卡50黑鲨武装直升机是苏联及俄罗斯单座双发共轴双三桨旋翼多用途武装直升机，是苏联卡莫夫设计局和米里设计局的米28武装直升机竞争的结果，由卡莫夫设计局1977年完成设计，1982年6月17日首飞，1993年首次公开参加了英国范保罗航展，1995年8月正式服役。后来研制的衍生型号卡52则在21世纪开始列装。卡50武装直升机是世界上第一款同轴反转螺旋桨武装直升机，也是世界上首款采用单人座舱的近距支援武装直升机，还是第一款装备弹射救生座椅的直升机。依照世界各国直升机划代标准，属于第3代的级别。作为俄罗斯下一代反坦克直升机，得益于重型武直的规格，还可用于执行反舰、反潜、搜索和救援、电子侦察等任务。卡50设计成小型、轻快、灵活且有强大生存力和攻击力的直升机，设计目标是最小最轻的范围内达到最快速度和敏捷性。它也是唯一单人操作的攻击直升机。卡莫夫设计局在苏联阿富汗战争结束后下了一个结论：未来的直升机必须自动做到低空飞行、捕捉目标、武器发射、导航等机械式动作，而不需驾驶员太介入这些操作，只需将心力花在任务内容的研判。然而这依然是个无解的问题，因为卡50的许多驾驶员还是觉得在驾驶时的综合工作量不小。后来大改款的卡52就回到双座。卡50的整体轮廓也较小，减低被打中几率，机身较短。卡莫夫保证其同轴旋翼被23毫米以下口径的武器打中后依然能运作。由于两翼相反方向旋转，所以零力矩效应可使风对卡50的干扰减至最低，且在任何速度下都具有极高的原地回旋和悬停效率。像其他卡莫夫设计局的直升机一样，卡50采用同轴反转双旋翼系统，可以免除后尾旋翼，并且提高特技飞行能力。虽然曾造成打桨意外，但公司已经声称逐渐改善。它可以完成拉机头向上、绕圈、侧滚和漏斗。这是一种绕圈攻击，当机体对准目标轴线时，可以一边改变高度、空速和仰角，一边绕圈攻击目标。自从直升机的旋翼尖端速度突破超音速后，产生的各种问题一直是直升机极速的限制因素。使用同轴反转双机翼意味着两个旋翼都能以较低速度运行，且用较好的旋翼。所以双旋翼可以使黑鲨最高速度超越美国 AH-64直升机，而免除尾旋翼也有许多好处，因为稳定用的尾旋翼会用掉30%引擎马力，且尾旋翼被攻击一直是直升机战损的主因。卡50也是第一架像战斗机一样由星集团生产的 K37800弹射座椅的直升机，不但加强人员生存性，也增加驾驶员心理上的作战意愿。当座椅下火箭点燃时，两组旋翼中央的爆炸螺栓把所有的6片旋翼炸离，叶片与轨杆上的叶片套筒分离。几分之1秒后，座舱罩被弹射出去，飞行座椅后上方的白色小火箭点火射出座舱，火箭下端的绳索系在飞行员座椅上，借火箭向上的拉力将座椅拉出座舱，飞行员立即与座椅分离，然后开启降落伞。弹射速度范围在90到350公里每小时，弹射高度范围从0到5000米，整个逃生过程只有2.5秒。卡50可以在短翼上挂载4具武器一间，还能挂载2具，总重不超过2300公斤即可。主要重武器是12枚雷射制导 9K121旋风反坦克导弹，射程可达10公里。雷射传感器安装在飞弹尾部，载机发射后需要一直对准飞弹发射雷射，直至飞弹命中目标。火控系统可以在4架卡50之间自动分享所有目标资讯，可以由1架负责侦搜，再把目标传给隐藏在安全处的3架发射武器。系统还能从地面基地或者是斥候部队接收目标资讯。内建的西普诺夫 2A42 型30毫米机炮半固定于机身右侧，只能改变少许的角度，但它是双旋翼直升机，特色的高机动性可使火控系统快速瞄准。透过转动全机身，把机炮对准驾驶员头盔，瞄准器瞄到的目标，其速度和 AH-64或米28的旋转炮塔一样快。半固定式的机炮最大考量是可以增加准确度和加长枪管得到的额外射程，这2点是优于炮塔式。卡52是一种卡50改装版，特征是并列式双驾驶员和加强对直升机作战的5倍。旋翼类似原始卡50，但机鼻线条较圆滑，以容纳2名驾驶，减少了一些驾驶舱装甲和机头雷达罩空间。卡52保留了侧面机炮和6个飞弹挂载点的设计，
当前俄方正在研究武器与抗气候能力更强的卡52M 型，可以发射远程导弹。苏联的解体影响了卡52的量产，只有极少量原型机的存在。但是在经济逐渐有起色后，俄罗斯打算重新开始稳定生产。除了陆军使用，卡52也给两栖舰配套，当时原定装备与俄海军外购的西北风级两栖突击舰上。但因为俄国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后被法国制裁，而又一度停滞，后来终于贩卖给埃及使用。